战斗即将打响，最高层正军情首长使用商业聊天软件，邀请显要媒体人加入，分享战斗计划，跟踪战斗进程，畅聊观感。听着很扯淡，极不可能，是不是？可偏偏这最扯淡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。川普 2.0 不到2个月，丑闻不断，这次恐怕是目前最大丑闻。媒体人捡漏顶级机密， 2.0 顶级荒谬，顶级狗血，惊天地泣鬼神。事情正在发展，来看发生了什么。2025年3月11日，大西洋月刊总编 Jeffrey Goldberg 被意外拉入一个 Signal 的群聊，拉他的签名是 Michael Waltz， 听着像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。2年后，他被告知该群是专聊对攻击胡塞战斗计划的最内圈小组，他以为是瞎搞，也没当回事儿。话说 Signal 是个商业加密聊天软件，但未经政府批准控制，不是处理机密信息的军方系统，达不到安全标准。3月14日一大早，他发现群里在热聊即将对也门胡塞叛军攻击的绝密军事作战计划，涉及军事目标、武器使用和攻击顺序等敏感内容。群内头像签名包括副总统 J.D. Vance、 中情局局长 John Ratcliffe、 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、 国务卿 Marco Rubio、 情报部长 Gabbard、 财政部长 Bessent、 白宫总管 Susie Wiles、 中东特使 Steve Witkoff、 白宫副总管 Steve Miller。 没人注意到 Goldberg 在群都聊得热火朝天，不亦乐乎。3月15日，国防部长头像发更，说战斗已经打响，第一波攻击将于下午1点3刻到达。几分钟后，他去看了一下 Twitter X， 满屏都是也门首都萨那爆炸的消息。不明就里的 Goldberg 无意间获知一大堆最高绝密军事情报，此刻他才意识到一切居然都是真的。真人、真事儿、真的最高层、真的战斗计划、真的最顶级军事机密、真的战斗过程。他目瞪口呆，立即退群，没声张，也没透露任何看到的聊天内容。快进到3月24日， Goldberg 在大西洋报道了这一严重泄密事件，但丝毫没有披露聊天内容，只是质疑那群人使用 Signal 是否违反1917年的联邦反谍报法，也有内行质疑他们是否违反了通讯记录规范。当日，白宫承认事件发生，说正在核查，称没有威胁美军和国家安全。国防部长 Hegseth 刚下飞机，就对媒体断然否认涉密，反倒莫名其妙把 Goldberg 骂了个狗血喷头。白宫发言人 Leavitt 说，川普完全信任那些国安头头脑脑们。川普本人被记者问起，说毫不知情。隔天又说没发现有外人参加聊天啊，不都是工作人员吗？ Waltz 否认与 Goldberg 有任何瓜葛，川普当场还给他辩护说不用道歉，都做得很好。可是这表面的镇定之下，白宫内部一片惊慌，纷纷担心会有人头落地。国会众院议长 Johnson 试图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民主党领袖 Jeffries 要求国会听证。参院两党最高层表示要彻查，参院军委会两党将启动联合调查。周二25日，参院情报委年度国安威胁听证，5大情报首脑到场，参议员纷纷责问，要求解释。中情局的 Ratcliffe、 情报局的 Gabbard 拒绝正面回答提问，而且既否认聊天涉最高机密，又拒绝公示聊天记录。 Goldberg 说他不会公示聊天记录。被追问不是说没有机密吗？答当然有，那些人全在胡说，他们渎职不等于我也不负责任啊。川普终于对记者承认是出了个小纰漏，难免会发生嘛。那个 Goldberg 是美国一大祸害。一怒之下， Goldberg 2次报道抛出全部聊天记录，显示整个聊天过程。周三26日，
众议院情报委年度国安威胁听证，5大情报首脑到场，众议员轮番责问。共和党人指出聊天是军事机密，怒斥川普白宫死不认账。两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 Hegseth 辞职谢罪。情报局长 Gabbard 依然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推给国防部，而国防部长 Hegseth 继续断然否认。川普又在说事儿不大，没影响战斗，打击很成功。议长约翰逊说是个错误，也认错了，不会再发生，翻篇吧。Gabbard 终于当众向情报委承认那是个错误，同时借口大家都很忙，事儿有急，忙中出了小错。Mike Waltz 也认错，说翻篇吧，看看我们2个月成就多大，然后继续往死里骂 Goldberg。 怒问他怎么混进群聊的，是 Waltz 本人把 Goldberg 拉进群聊的。川党方面强力全面舆论反攻，企图让事件无疾而终，安然度过风暴。有人听到语无伦次，有人看到苟且垃圾，有人想到当年因为所谓邮件门事件往死里整 Hillary Clinton 夫人。我想起揭秘水门丑闻的 Bob Woodward 和 Carl Bernstein， 今非昔比，令人慨叹。今番泄密门事件能否成为川普 2.0 脆断的第一声裂响？更多详情请看文学城和微信公众号的长文。你怎么看？欢迎评论、质疑、提问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、转发。谢谢收看风鸣美政，我是风鸣，我们下期再会。